下边有请主持人庞博。大家好，我是庞博，欢迎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是今年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我也没有想到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而且你知道，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你知道吗？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我进组那一天正好主演在杀青，非常感动，流着眼泪捧着花说：“哎呀，谢谢大家。”我说：“好，3、2、1，请锁票。”但是还是很开心，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我说闭嘴吧，闭嘴吧，真的，叫我庞叔。哎，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一会儿你们看吧，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挺有意思的。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我举个例子啊，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也叫奇异果。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叫爱奇艺国际版。哎，对，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谢谢佩森姐姐啊。它英文大家都知道吧？叫 kiwi 是吧？我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好不好？叫 kiwi。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SIRI 就叫 Siri，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我每天就要，嘿 Siri， 请打开我的 WiFi，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太美。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2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你怎么看待这句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很神奇。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突然间就急眼了，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对吧？你看听着音乐剧，突然就站起来了，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要冒犯别人，首先你要有力量，对吧？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如果笑很有力量，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而不是战争的故事，对吧？《三国演义》就应该是诸葛亮3笑周瑜，诸葛亮笑死王朗，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王朗说：“完了，今天是要笑不活了。”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喜剧之王3国际。我想问大家，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是王朗的话。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我感觉到被冒犯，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在20年前，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非常火，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3体校，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叫3体吧。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是吧？小说《三体》，然后横空出世，然后3体吧就被3体的书迷占领了。所以理论上，北京市第3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3体人入侵的地球人。我觉得都可以想象，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对吧？搞什么？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真是。3体的书迷也很无辜，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刘慈欣说：“哦，主不在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
要不你们去流浪地球吧，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当然冒犯。生不生气？当然生气。怎么办？没有办法。李白曾经说过：“如何呢？又能怎？”所以我觉得，不如笑一笑，不妨就笑一笑，对吧？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三体》的书迷，咱们一起去弱智吧。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肯定会很欢迎我们。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哎，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happy 起来啊！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我要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三体校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叫《地狱笑话秀》，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开开玩笑，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你想一想，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200-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干什么？今晚80后脱口秀吗？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当时大家有个群，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2个演员，跑不快，跑不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手在哆嗦。黑灯跑得快。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你们知道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是吐槽小佳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小佳参加了奥运会，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太神奇了。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克鲁斯主演，名字就叫《速度与激情》。你们知道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当时小佳在群里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当然啊，这不是小佳的原话，他的原话是：“这也太好笑了吧！”谢谢你们啊！你们笑了，你们鼓掌了，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哇，北京市第3体校，哇，太惨了，我要笑一笑。我是小佳的朋友，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观众真的太可爱了。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没有人笑的话，对吧？所以不如就笑一笑，对吧？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谢谢大家。谢谢庞博，请庞博来到主持人席。3、2、1，请锁票。非常期待庞博的80后告别演出啊！对，讲得太好了，振人心脾。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聊的吗？我问问题，就是前面你说那个其实就特别好，但是那话题就没展开哈。那多说一句，就是你真的觉得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吗？我真心的感受是，没有人能定义脱口秀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它之所以好玩，也之所以能让
就是各种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它定义的特清楚了，那就肯定只是给少部分人，或者是至少是一部分人看的东西了，啊。好好笑哦！然后我很少看到这么帅，然后就这么幽默的人，谁会不喜欢庞博呢？一点都不冒犯，你好棒！我先干了。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统一春福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欢迎大家！吨吨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我们这一赛段的新朋友马东老师、侯佩岑姐姐。我觉得有2位新朋友来，应该这个后边后场的朋友都会安心一些啊。一位是咱们喜剧的老前辈，也是老朋友了。前辈就行了，还老前辈？谁叫老登不直接一些？都谁点头来着？小陆刚刚有想问候您，您说的是什么来着？谢谢马登老师。挺好，就是这个欢乐的气氛啊，就是这个欢乐的气氛。而且佩岑姐一来，我觉得真是所有人都很安心，就是感觉就淘汰了也没有那么可惜的一个感觉。而且大家都知道，佩岑姐刚刚也是成团乘风归来，我们祝贺。是的，是的，是的。谢谢。所以我知道在台上难免会紧张有压力，虽然你做好准备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还是可以尽情享受它，就当做是最后一次上台。这么决绝啊！鼓励到心坎里去了，确实那个虽然您对大家都已经很好了，那我们就对好人就有更多的期待，想给您提一个更过分一点的小要求，因为您刚刚经历了几个月的这个唱跳的洗礼啊，不才我们这个节目组也有一个特别破烂的主题曲。哦，正好什么呢？您旁边这位年轻的喜剧前辈马东老师也特别热衷于在喜剧节目里跟大家唱唱跳跳、加油、打气啊，律动感特别好。是。而且天真姐跟大林也对这个事儿已经见怪不怪了，还有我们俩的事儿呢。咱们要不要给这个没出场的朋友加个油啊？好不容易是吧？要来。切菜。喂。我还以为只有我们导演组害我呢，原来每一个导演组都害我。都问好了，这都是您导演组设计，我们寄过来的。就都很期待接下来的演出。那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这一赛段的。爱情